自己擦干净，穿好衣服，走。男人戴着白色口罩，一双深邃的大眼睛漠然地瞥了眼女孩的脸，丢过去几张纸巾。舒焕焕一愣，这口气，这声音，跟2个月前遇到的那个渣男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此刻这话从对面男人嘴里说出来，他倒是一点都不觉得渣。舒焕焕晃晃脑袋，从 B 超床上下来，一边擦拭着肚子上黏黏腻腻的东西，一边问：“那个，我有什么问题吗？”“没什么问题，月经不准时不一定都是怀孕，也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生活不规律。”舒焕焕顿时红了脸，她当然没有怀孕，她连男朋友都没有，要不是2个月前碰到个神经病，她的初吻都还在的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走吧。下一个男人眼皮没抬一下，草草在 B 超报告上签上名字，沈琛，他的名字。焕焕立马打电话给自己正在骨科实习的表姐杨茵，杨茵一听沈琛俩字，瞬间变成迷妹一枚。沈琛啊，当然知道，我们医院出了名的帅哥哥，超声科最年轻、技术最好的主任，连院长都想找他做女婿。帅哥戴着口罩倒是看不清脸，反正他天生脸盲，看得清也记不住。你怎么啦？来我们医院做 B 超，你不是有了吧？谁的呀？你有了男朋友怎么不告诉我？还是哪个混蛋欺负你了？你给表姐说，表姐一把手术刀做了他。杨茵抱着电话机关枪似的问道。哪跟哪呀？我哪来的男朋友？我大姨妈不正常，我室友说容易长瘤子，让我去拍片子看看。焕焕赶紧打断表姐的联想。对了，我的镜头你用完了吗？用完了还给我，我明天约了人拍照片。那你晚上来我家拿，有病人。不说了，挂了，没有八卦新闻。杨茵扫兴地挂了电话。舒焕焕大学毕业后跟朋友合伙开了个儿童摄影工作室，专门给小朋友拍个周岁照、写真什么的。表姐杨茵恰好也是个摄影爱好者，时不时借焕焕的相机去游览祖国大好河山。要不是2个月前去表姐家送相机，她也不至于遇到那个变态渣男。一想到这里，舒焕焕心里就窝火。2个月前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，舒焕焕在表姐小区门口的大树下发现了一个醉醺醺且睡着了的男人。舒焕焕本不是个爱多管闲事的人，可奈何这男人长得太好看，她看着看着就走火入魔了。经过多番思想斗争，舒焕焕决定去把男人拍醒。喂，醒醒！这种天气在这睡一晚上你就冻死了。焕焕轻轻拍拍男人冰凉的脸，可男人纹丝不动，背靠着大树睡得酣然。雪花纷纷落下，落在他乌黑浓密的短发上、睫毛上，晶莹剔透。喂，我说你快起来啊！雪越下越大了。焕焕又摇了摇男人的身体，还是岿然不动。你逼我的呀，我是为了救你的命，别怪我。说完，你还冲着男人的帅脸就是一巴掌。谁呀？有病啊！男人终于睁开眼睛，他紧紧蹙着眉头，眼前隐约站着个长发女孩。你送我回家。焕焕左右张望，这个天气这个时间，外面似乎也没别人了。算了，帮人帮到底吧。他上前扶住男人的胳膊。你家在哪？4号楼2单位1502。说完，男人就烂泥一般靠在了女孩身上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舒焕焕终于把男人送回了家，还好心的把他安放在沙发上。你到家了，雷锋姐姐要走了。焕焕趁机捏了捏男人帅气的脸，拍拍手就要离开。别走！焕焕刚一起身，纤细的胳膊就被男人一把拉住，拉得他一个趔趄栽倒在沙发上的人肉里。男人温热的呼吸欲贴着女孩红彤彤的小脸，他的唇恰到好处轻触着她的嘴，夹杂着淡淡烟草味的酒香溢入她的鼻腔，空气里弥漫起暧昧的气息。但是，男人的胃被女孩这么一压，下一秒就翻江倒海起来。我靠！偶像剧里不是这么演的，一点都不浪漫。被吐了一身的舒焕焕嫌弃地脱下外套，生无可恋地怒视着已经恢复平静的罪魁祸首。自己擦干净，穿好衣服，走。男人冷着张脸，把自己的西装外套丢了过去，可他那表情好像是刚刚亲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似的。渣男，这话说得如此顺口，一看就是个渣男。长得帅有什么用？死变态，夺走了他的初吻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发泄，男人横在沙发上就睡着了。算了，不跟醉汉一般见识。舒焕焕狠狠跺了跺脚，披上男人的外套就出了门。晚上去表姐家拿相机镜头，正好把死渣男的西装还回去。这牌子看起来价值不菲，他可不想占他便宜。虽然已经不是寒冬腊月，但3月份的夜晚距离温暖仍是10万8千里，特别是这又下起雨来，舒焕焕冻得浑身发抖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明天还约了客户拍外景，他可不能感冒。想到这，焕焕把男人的外套披在身上，才渐渐暖和一点。焕焕，这里家乐会搬回来晚了，等了半个小时，杨茵终于回来，她身边似乎还站着个高的男人，两人撑着一把伞。舒焕焕眯起眼睛，仔细打量着表姐身边的男人，身材高挑健硕，五官精致立体，眼睛深邃明亮。这张近乎完美的脸怎么有点面熟呢？焕焕，这是我们医院超声科沈琛主任，这是我表妹舒焕焕，是个摄影师。杨茵热情地介绍着，脸上分明写着兴高采烈4个大字。我今天才知道沈主任跟我住同一个小区，你说巧不巧？
见过，下午才来检查身体的小姐。沈琛凝视着焕焕的小脸，皱了皱眉头。小姐，你才小姐。舒焕焕张了张嘴，还没说出口，男人就掠过她，把雨伞交到杨英手里。谢谢你的伞，我到了。男人走后，舒焕焕高呼：不是吧，表姐，居然是你主动送人家回家。我表姐夫知不知道？我呕心沥血，煞费苦心，还不是为了你？杨英一脸的恨铁不成钢。咦，你这西装哪来的？不会在我楼下提前邂逅了白马王子吧？你楼下连头驴都没有，赶紧回家，冻死我了！焕焕3步并作2步冲进电梯里。你听我说，我都打听到了，沈琛跟你同岁，博士学位，父母定居加拿大，2个月前跟女朋友分手，目前单身。杨英跟在焕焕身后，汇报工作一般背诵道：你不是说你们院长要找他做女婿的吗？焕焕撇撇嘴，这不是没在一起吗？而且我觉得吧，就算是院长的女儿，你这姿色也是可以竞争一下的。再说了，你今天打听他，不也是对他有意思？表姐扬了扬眉毛，一副你什么都瞒不过我的表情。哎呦，你别瞎操心了，赶紧把镜头给我，我要回家了。焕焕小脸一红，赶紧把表姐推出电梯。其实，作为一个中轻度脸盲症患者，陌生人见过3次以下，舒焕焕几乎是记不住长什么样子的。所以，对于身上西装的主人，他就只记得是个英俊的男子。好在他的家庭住址他特意记了下来，否则他连初吻给了什么人都搞不清楚。4号楼2单位1502，从表姐家出来，焕焕就直奔这个地址。当当当，舒焕焕敲敲男人家的门，有人吗？好像没人。哐哐哐，焕焕加重了力量，好像真的没人。叮，15楼到了，电梯门开，一个高个子帅哥提着一袋子零食从里面走出来。因为没换衣服，舒焕焕知道他就是刚刚才遇到过的沈琛。你找谁？沈琛狐疑地打量着面前阴魂不散的女孩。那个，我来还外套。焕焕指了指1502的门，又不知所措地抓了抓头发，他好像不在家。脱下来给我吧。沈琛低声摁了下，伸出一只手来。哦，对，他应该是你邻居，你帮我还给他吧。焕焕恍然大悟，匆忙把西装脱下来给男人。本来我是去干洗店洗了的，可是今天太冷了，我就又穿了一下。要是需要再洗，我把钱给你。不用。男人简单利落的拒绝。还不走？走哦，这就走。焕焕慌乱按下电梯，心脏好像漏跳了一拍。等一下，电梯刚到，沈琛突然叫住他：你是摄影师？焕焕茫然的点点头。这周6我们医院慈善基金会有个活动，你来拍。男人不容置喙地吩咐道。拍活动？其实我还是拍儿童写真比较在行。焕焕垂下脑袋。我知道，你表姐已经跟我说了一路了。男人不耐地搓了搓鼻子。周6上午9点，地址我会让你表姐发给你。哦，女孩再次点头。现在你可以走了。男人替她再次按下电梯，目送她一脸懵逼地离开。表姐到底是要给她找男人啊，还是给她找工作呀？不过也好，有活接总算是有钱赚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倘若她真的有幸能勾搭上沈琛，她那个渣男邻居也太碍眼了。周6一早，舒焕焕就扛着相机来到基金会的活动中心，还没来得及联系沈琛，一个穿着礼服、化着浓妆的妖娆女子就走了过来。你就是爸爸安排专门拍我和沈琛的摄影师吧？过来过来，女人催促着舒焕焕，怎么这么磨蹭？我跟你说，我们沈主任对照片可是挑剔的很，你一定要好好拍。那个别这个那个的，沈主任那种大帅哥，多少人想拍还拍不着。女人拍了拍焕焕的肩膀，就忙别的去了。这人谁呀？一个基金会的活动，还得给他和沈琛安排个单独的摄影师，腕儿也太大了吧？什么情况？那个沈主任不就是个超声科主任？焕焕扭头向身边的摄像大哥问道。不就是？人家可是基金会的发起人。摄像大哥一副老油条的姿态，还有刚才那位院长的闺女，把他俩拍成一对。院长给你加钱。院长闺女，这就是表姐让自己去竞争一下的对手。舒焕焕叹了口气，集中精力调好相机，刚准备好，活动的主角就到了。今天的沈琛一身灰色西装，穿得格外英俊，风情万种的院长千金迎上去，两人往台上一站，羡煞旁人。好了没？赶紧跟去拍呀！摄像大哥拍拍愣在原地的舒焕焕。焕焕应了声，赶紧跑上前一通，咔嚓咔嚓。可越咔嚓，心里越凉。相机里的一对璧人，郎才女貌，他拿什么去跟人家抢呢？而且就他这脸盲症，睁开眼，哇塞真帅，闭上眼就是一片空白，还胡思乱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干嘛啊？敬业地跟了整场活动，到结束了，沈琛才看到他。你在干什么？今天主题是让生病的孩子重拾生活信心，让你来是给他们拍写真的。你抱着相机到处跑的什么？啊，不是叫他来拍他的吗？他的工作不应该结束了吗？难道还没开始？啊，什么呀？跟我走！撇下一旁明艳动人的院长千金，沈琛拉着舒焕焕就走。拍孩子自然是舒焕焕的强项，而拍生病的孩子却让他心都跟着痛了。有的孩子骨瘦如柴，有的头发都掉光了，有的插着氧气管还在笑。在镜头面前，孩子们坚强而勇敢，他们把那一丁点的快乐都绽放在焕焕的面前，记录在他的相机里面。
看着相机里的照片，舒焕焕自己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可她刚收拾了情绪，准备回家，就被换下礼服的院长千金拦住了。你不是爸爸找来的摄影师吧？你到底是谁？女人眯起眼睛，眼神里写满了危险。其实你是谁并不重要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。沈琛身边的苍蝇不少，我不一只一只拍死，不代表我能纵容你嗡乱飞。焕焕还没开口，女人就趾高气扬地宣示起主权来。大便才吸引苍蝇呢？舒焕焕撇撇嘴，小声嘀咕着。你说谁是大便？身后男人的声音不怒自威。沈琛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他径直掠过院长千金，来到焕焕面前。照片3天内修好，洗出来送到我家。你家？两个女人异口同声诧异道。我家？你不是去过吗？男人嘴角扬起一抹狡黠的笑容。这话说的，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舒焕焕能感觉到来自院长千金火辣辣的目光。走吧，送你回去。沈琛还不过瘾，揽过焕焕的肩膀就往停车场走，留下院长千金独自在风中气得直跺脚。路上，舒焕焕小心翼翼偷偷瞄着沈琛。沈主任，你是不是跟女朋友吵架了，拿我当挡箭牌呢？我没有女朋友。沈琛面无表情回答。我听说你是你们医院院长指定的女婿呢。焕焕抬手指了指后面紧跟不舍的保时捷。你关心的太多了。男人猛地一个转弯，在红灯前甩掉了尾巴。焕焕身体一晃，赶紧死命抱住怀里的相机。活动照片给我找出来，不合适的我要删掉。车子重新回归平稳，沈琛再次吩咐道。回家一看，相机舒焕焕完全傻了眼。但凡跟院长千金齐头并进一起举杯的照片都被沈琛删了个干干净净，留下来的全都是相当官方的照片。这跟摄像大哥的嘱咐完全是背道而驰啊！难道沈琛真的不喜欢院长千金，连一起出席活动都要撇清关系？管不了那么多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舒焕焕按照约定，在3天内修好了照片，并打印了出来。但当焕焕敲1501的门，敲出一个大爷后，他彻底的凌乱了。大爷说，沈主任住的是1502，也就是说，他在小区门口捡到的渣男是沈琛。难怪那句穿衣服快走说这么溜，原来是职业病。蹑手蹑脚进了沈琛家，男人正穿着家居服坐在沙发上，茶杯里萦绕着浓郁的茶香。坐。那个，你住这上次怎么不告诉我呢？焕焕小脸一红，扭扭捏捏坐下来。既然舒小姐假装不认识我，我又何必自取其辱？沈琛扯扯嘴角，给焕焕也倒了杯茶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那天遇到的人是你，就见了一次，我根本认不出你来。焕焕无与伦比地比划着。啊！男人突然扑上来，一把拦住女孩的腰，以压倒性的优势把她按在了沙发上。这样呢？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。焕焕别过脸去，不敢直视男人的眼睛。沈琛满意的直起身子，那天是我喝多了，你要什么补偿我都可以满足你，你没必要假装做 B 超来接近我。我哪里有假装接近你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个大夫？舒焕焕立马跳脚，这男人还真是自恋。那你就是怀疑自己怀孕才去做的检查？沈琛蹙着眉，眼神里有一丝丝愧疚划过。什么跟什么呀？我连恋爱都没谈过，我怀什么孕？舒焕焕气得七窍生烟。超声科大夫脑回路都这么奇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他那天喝断片，误以为跟他造出了小生命？我不是个不负责的人。男人轻咳了一声，继续说道：舒焕焕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做我的女朋友，你考虑一下，做沈琛的女朋友，他不是做梦吧？那天你是不是因为失恋才喝多了呀？其实你已经有了院长千金喜欢，不至于青黄不接，没必要跟我。焕焕一激动，嘴里就胡说八道起来。不愿意就出去。男人没了耐心。愿意。焕焕立马认怂，100个愿意。舒焕焕搭上沈琛这个消息，不胫而走，很快就在省院出了名，连杨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表妹稳准狠的撩汉水平。可沈琛女朋友这个位子，屁股还没坐热，舒焕焕就接到了来自情敌院长千金的电话。我和沈琛呢，答应了基金会的小朋友，会亲自把你拍的那些照片交到他们手上。可我们今天都太忙了，实在抽不出时间。既然你现在是沈琛的女朋友，又是摄影师，你去跑一趟吧，这个要求不过分。况且能为沈琛做点什么，他也很高兴。所以想都没想，焕焕就答应了。儿童病房的孩子们比他想象的坚强，不过才过了1个多星期，孩子们看起来更憔悴了，但他们依旧乐观。看到大姐姐送来的照片，都冲他嘿嘿笑。你就是沈主任的女朋友吧？真是天生一对的好人啊！一位患白血病的小朋友的母亲红着眼睛握住焕焕的手。沈主任为孩子们做了那么多，我们都感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焕焕连连点头。没有什么是应该的，你们的好我们都记在心里了。那位母亲紧紧拉着焕焕的手不肯放开。沈主任他信守承诺，可这个时候你们不该亲自来送照片了。这个时候舒焕焕心里一沉，有些不好的预感。还不是那个新爆发的病毒，这些孩子体质弱，感染了不少，新闻还不敢报道，怕引起恐慌。你说说，这都是什么事啊？女人说着就因哭了起来。
舒焕焕愣在原地，难怪沈琛和院长千金不肯来。原来舒小姐，院里刚下通知，儿科病房楼被隔离了，目前只进不出，凡是接触了患的人都要隔离观察。这时，一个医生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，非常时刻，你真不该这么铤而走险的，这个病毒很厉害，传染性又极强，感染了很可能要没命的。沈琛啊，沈琛，我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去维护你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，倘若大难不死，你可一定要以身相许啊！什么？舒焕焕去给那些孩子送照片了？谁让他去的？超声科办公室刚刚接到消息的沈琛勃然大怒，顾不及其他，他关上办公室门，就开始照着通讯录打电话：“李主任嘛，我女朋友被隔离在儿科病房楼了，您务必关照一下，多谢多谢。”徐医生嘛，我女朋友被隔离在儿科病房楼了，有什么问题，请您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张护士长，我女朋友被隔离在儿科病房楼了，拜托您多照顾照顾。挂了电话，沈琛自己都有点吃惊，舒焕焕的安危居然能让他如此坐立不安。可那个傻子明明是被人摆了一道，却乐呵呵以为是为了他沈琛去的呀。其实一开始沈琛只是感觉舒焕焕这姑娘单纯可爱，她冒着大雪把自己送回家，可自己却酒后失德，对她有所冒犯。在 B 超市见到她时，她还有点吃惊，后来才打听到她岁数虽然不小，但从来没谈过恋爱，如果不是自己硬来，她也不会跑来做检查。再后来约她去给基金会的小朋友拍照片，才发现她对孩子是那样的耐心，似乎整个人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。而他现在竟然不顾被传染的风险去给孩子们送照片，怎能让他无动于衷？儿科病房楼，舒焕焕靠在病床上，嘴里啃着苹果，腋下夹着体温计。李主任，我真的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护士长一天给我量了8遍体温了，我真不发烧。还有徐医生还抱着个果盘来让我补充维生素，其实我没事，真的，你们放我出去比什么都强，放你出去可不行，怎么也得观察上1周。你们家沈琛可是再三叮嘱要好好照顾你，还从没见过他这么关心过谁呢。李主任呵呵笑着，转身去别的病房了。沈琛这么关心他，当初还让他来送死干嘛？难道院长千金让他来送照片？沈琛根本不知道。憋了1个星期，连个喷嚏都没打，舒焕焕终于要被放出去了。前一天晚上收到沈琛短信，明天早上我去儿科楼下接你，不需要解释，简直胜过甜言蜜语。结果舒焕焕兴奋的一夜没睡，第二天一早就乐极生悲了。一大早舒焕焕就洗漱完了，等着医院放行，就跟等待出狱的犯人一样。等医生一声令下宣布他没事可以走了，他更是像只小鸟一样飞出了病房楼，直直扑进楼下某个等待已久的男人怀里。沈琛，我想死你了！人生第一次如此厚脸皮的表白，可他抱住的男人却僵住了。嗨嗨，嫂子，你认错人了啊！焕焕一愣，这人分明穿的是沈琛那身灰色西装，他确认过的。我是儿科梁俊清，沈主任在后面呢。男人尴尬地挠了挠头。舒焕焕的小脸立马变成了茄子色，再看身后，沈琛的脸色更加难看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。焕焕语无伦次地摆摆手，可他想去追沈琛，沈琛已经毅然决然地离开了。连男朋友的脸都能认错，他还有什么用？舒焕焕懊恼的恨不得把自己脑袋扭下来放脚底下踩一踩。哎呦，这是谁啊？在男朋友面前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。一个女人嘲讽而尖利的声音传来，是院长千金没错了。你说到底是朝三暮四沈琛更容易接受，还是女朋友得了脸盲症更容易接受呢？你怎么知道我有脸盲症？舒焕焕抬起头来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，你不难查。女人笑得更加得意。那刚才的男医生也是你安排他穿了沈琛的衣服？舒焕焕紧紧咬着牙关。你还不傻吗？院长千金咯咯笑道，沈琛可是个完美主义者，要是让他知道你的脸盲症，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？你舒焕焕气得五脏六腑都要炸了。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到大想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。女人趾高气扬地瞪大了眼睛。沈琛前女友，医科大女博士，跟沈琛同窗了8年，还不是因为我爸给了个去美国深造的名额就拍屁股走人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会玩不转你。表姐说沈琛是2个月前跟女朋友分的手，难怪那晚他会喝那么多酒，原来是因为……可他能怎么办？连同窗8年的女博士都对付不了的女人，他舒焕焕何德何能就能应付的了呢？被当众背叛了的沈主任也不好过，一连几天沈琛都阴沉着张脸，都坐在他旁边的助理医生都不敢跟他说话，在他面前扑进另一个男人的怀里。这个舒焕焕真是胆大包天了。他前一天晚上明明给他发了信息说要接他，他怎么还能这么明目张胆？简直是羞辱他。下一个78号杨茵。 B 超室里，助理医生暗号叫人。杨茵尴尬地笑了笑，自觉躺在 B 超台上。我跟我老公准备要孩子，来做个孕前检查，有什么话直说，不用找这种借口。沈琛手里拿着仪器，眼神里却写着心知肚明4个字。那我就不兜圈子了。杨茵轻咳了一声。梁医生那天早上是不是穿了件跟你一样的衣服？梁俊清，他说有个重要的会议，的确借了我的西装。沈琛愣了一下，老实答道。
那就对了，焕焕他不是故意对别人投怀送抱，他有苦衷的。杨英叹了口气，他有脸盲症，认人是靠衣服的。脸盲症，沈琛感觉一股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力量如火山爆发般崩裂出来。下午找黄大夫替我一下，我有事要出去。工作室里，舒焕焕正百无聊赖摆弄着他的相机，基金会活动的照片他已经修好，只是还没来得及交出去。相机里还躺着几张沈琛的特写，让人看了忍不住心里发凉。一个人偷偷躲在这睹物思人，不知何时，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焕焕回头，竟然是沈琛。难道是他失眠多天出现了幻觉？沈琛从相机里跑出来了。我是活的，不用瞪睁大眼睛。沈琛似乎一眼就能洞察他在想什么，走到女孩跟前，他摇了摇手里的一屉啤酒，喝点。舒焕焕茫然的点点头。男人打开一听啤酒，咕咚咕咚喝了大半，又打开一听递给焕焕。前2天的事，你不生气了？女孩半仰着脸，怯怯问道。生气？沈琛摇头，又狠狠灌了几口酒下去。气你为什么不解释？我解释什么？焕焕一怔。你有脸盲症。男人深邃的眼睛凝视着女孩泛红的小脸。你怎么知道？舒焕焕诧异道。你不介意吗？当然介意，我非常介意。你竟然看不清楚就往别人怀里扎。沈琛说完，从怀里掏出2个盒子来。这个是我找人特制的香水，不会重样。还有这条链子，我会一直挂在脖子上。你认好了。舒焕焕揉揉眼睛，简直惊呆了。你不打算跟我分手？你这种完美主义者能接受自己女朋友是脸盲？傻瓜！男人眼神柔和下来，他轻轻揽过女孩的肩膀。其实呢，我有个秘密，今天不妨告诉你。什么秘密？你有脸盲症情节。舒焕焕脑洞大开。差不多吧，我小学暗恋过一个女生，她很漂亮，但是超级冷漠，从来不跟任何人打招呼，也很少说话。但是她学习好，是我们班学习委员，老师让她发作业本，她从来不发，都是让我们自己去她桌子上找。沈琛笑了笑，完全放下了偶像包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有脸盲症。这要巧，舒焕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脸盲症也能正合男神胃口。你那个同学叫什么？其实我有个病友群，说不定能帮你找找。他叫舒云。男人笑得格外深情。等一下，他叫舒云？历山小学的舒云？焕焕大惊，立马从手机里找出自己户口本的照片。舒焕焕，曾用名舒云。我小学就叫舒云，后来算命的说跟我五行不符，让换了，就换了。我知道。沈琛依旧笑得波澜不惊。其实有关他的一切杨因都事无巨细告诉他了，你并不难查。天哪天哪，我们居然小学就认识！你还暗恋我？舒焕焕激动得跟神经病似的。喝口酒让我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沈琛再次把他拉进怀里，慢慢喝，不着急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也得跟你坦白。舒焕焕突然停下来。其实2个月前那个晚上，你什么都没对我做，就亲了一下。我是很想做你女朋友，才默认让你负责任的。什么都没做。男人邪魅一笑，轻身向前。嫁给我再做也来得及。嫁给你？嫁给你有什么好处？以后去做 B 超不用排队了。还有呢？做彩超也不用排队。那你也不能超生啊，沈主任。